亨利八世第3次走进婚姻殿堂，为了生儿子，他从少年等到发际线渐渐上瘾，于是，在砍下安妮·柏林的头后，火速迎娶了珍西摩。然而这次还未等新王后怀上身孕，亨利就再次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邀请王后侍女到自己寝殿做客，转头还要对新王后言语 PUA。I'm disappointed because you're not yet with child. 但显然，珍西摩不像前任安妮·柏林一样是个恋爱脑。他知道亨利与他的侍女有着亲密的关系，但他却并没有选择干预，因为真知道身为国王的丈夫不可能钟情于自己，而他的主要任务是生下一个儿子。因为他也见识到亨利对女儿有多刻薄无情。亨利在正式迎娶新任王后后，为了确保王后所生儿子是第1顺位继承人，派人给前王后的女儿玛丽公主送去一份协议，让她主动承认自己的私生子身份。What if I do not sign it? It is very possible that the king will put you to death. 可怜的玛丽只好被迫签下协议，放弃继承权。So long as I live, I will never forgive myself. 但好在新王后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，对阿拉贡的凯瑟琳也怀有深深的敬意，于是便私下变卖首饰补贴公主的生活费，也试图缓和玛丽公主与国王的关系。这天，玛丽进宫感谢继母的恩赐，而亨利却躲在门后窥探，生怕玛丽会有不轨之心。然而这一看却看出了意外的结果，眼前的女儿已然出落得亭亭玉立，这让亨利十分诧异，也瞬间转变态度，对玛丽温柔无比，关爱有加。Here's a note for 1,000 crowns. If you need anything else, you need only ask. Thank you, Your Majesty. Father. Yes, Father. 可怜的玛丽被这一点点温暖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自此之后，她的生活也算是有了保障。很快到了圣诞节的欢庆舞会，王后见亨利心情不错，特意带来小伊丽莎白公主为她的父王请安。Votre Majesté, ça va? Ça va bien, ma petite. Viens ici. Je suis en famille. 王后迷恋上了吃鹌鹑蛋，顿顿吃都好像吃不够，天天寻花问柳的丈夫也发现了她的异常。I think you're a child. I am. 这个孩子的到来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王后的命运。风流的亨利也暂时收心，不远万里从法国运来进口的鹌鹑蛋，只为让怀孕的王后吃得开心。除了处理国事，亨利都会陪在王后的身边，可见他有多重视这一台。稍微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让亨利紧张的不行，立马放下国事冲到王后面前。 Sweetheart, what is it? Everything's all right. 直到双手贴在腹部感受到真切的胎动，亨利才终于放下心来，并且无比期待这个孩子的降生。经过辛苦的10月怀胎，王后终于到了临盆之期，但她却心神不宁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 If anything should happen to me, be a comfort to His Majesty. 果然如他所料，这次的分娩过程极其艰辛，经历了3天2夜的难产，王后还是迟迟没能生下孩子。太医也不得不将情况向亨利如实相告，如果不尽快为王后切腹取出胎儿，孩子就要保不住了。但如果切腹，也将危及到王后本人的生命。保大保小的问题终于还是来到了亨利的面前。在经历了艰难的内心挣扎后，亨利终究还是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孩子。但大概是由于真的善良，让他终于顺利平安地为亨利8世生下了一个儿子。I have a son. I have a son. The future King of England. 亨利终身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，他为期盼已久的儿子取名为爱德华，也是继他之后都铎王朝的第3位国王爱德华6世，并为他举办了最隆重的洗礼。然而王后却在产后不幸患上了产褥热，持续几日高烧不退，最终于1537年崩逝于汉普顿宫。或许是因为珍西摩为亨利生下了唯一的儿子，也或许是因为珍西摩在亨利还深爱着他时就骤然崩逝，未能走到兰因絮果的结局，也让珍西摩成为亨利8世心中唯一的白月光，并且是他6任妻子中唯一一个得以用王后之礼下葬的王后。在珍西摩崩逝后，亨利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无法自拔，但在清心寡欲哀悼了10多天后，亨利还是经过自我攻略，说服自己需要再娶一位王后稳固江山社稷。十分了解他的大臣克伦威尔也早已准备好了合适的人选给亨利挑选。在仔细欣赏一番画像之后，亨利选中了一位绝世美女，罗马皇帝的外甥女，虽是寡妇但却冰清如玉，兴趣爱好是狩猎和打牌。 I like her already. 亨利立马派出大使出去提亲，然而年轻的寡妇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她深知亨利的第1任王后凯瑟琳被厌弃致死，第2任王后安妮·柏林被送上断头台，第3任王后又刚刚死于生产。 Frankly, sir, if I had 2 heads, then one would be at His Majesty's service. Alas, I have only this one.
显然，亨利臭名远扬，早已不是婚恋市场的一等人选。克伦威尔为了讨好亨利，安慰他还有别的国家的公主可以选，随后便赶紧找来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师，去为德国的公主画像。临行前，克伦威尔特意叮嘱 However, you should find the lady, whatever her actual appearance, art, and give her at least a pleasing countenance. Even if she is as ugly as sin. Fairly certain she is not so. 很快，经过艺术加工的画像便送到了亨利面前。克伦威尔夸赞公主如天仙般美丽，无与伦比的美貌也让亨利不再纠结，当即答应了这场联姻。不久后，公主历经长途跋涉，终于到了英格兰。亨利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期待，快马加鞭赶去相见。然而网友见面却不想是车祸现场。公主长得奇丑无比，却意外因此保住了性命。前来网友奔现的国王亨利见眼前的公主与画像严重不符，这辣眼睛的颜值气得亨利只亲了一口就当场拂袖而去。回到宫里，对着督办此次联姻的大臣大发雷霆。She looks like a horse! A thunder's mare! 亨利想要当场悔婚，但克伦威尔却提醒他，如果这么做，英格兰将在整个欧洲都孤立无援。听到这里，亨利也知道别无他法，只好任命迎娶德国小公主安妮为他的第4任王后。新婚之夜，两人在众人的围观下打扑克。显然拘谨的安妮让亨利觉得十分无聊，于是，在遣散了众人后，亨利与新王后钻进被窝，却没有丝毫举动。这恐怕还是第一次。亨利躺在女人身边，却没有丝毫想法。第二天，亨利便找来太医倾诉，表示他对新王后完全提不起兴趣。随后又向太医强调 It is not anything to do with my virility. Indeed, these last nights I have had duas pollutiones and nocturnus insomno. 之后的几个夜晚，亨利几番想要尝试，却始终无法违背自己的内心。外貌协会的他认为颜值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，而可怜的新王后却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只能夜夜以泪洗面。郁闷的亨利又找来发小查尔斯诉苦，表示就算这场婚姻维持下去，上帝也不会赐予他们子嗣，因为无数个漫漫长夜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而贴心的发小很快就明白了亨利的意思，按照他的审美找到了一个绝世美女，送到亨利面前。年仅50的亨利表示又可以了。不久之后，亨利便提出要与安妮王后离婚的想法，并吩咐教会找到两人婚姻的漏洞，最终以两人没有圆房为由，宣布婚姻无效。不过此次离婚顺利，亨利也并没有赶尽杀绝。出于对安妮合作态度的感激，亨利决定此后与安妮以兄妹相称，赐予她每年超过4000英镑的生活费，并允许她今后自行选择婚配。就这样，这位来自德国的小公主安妮，因为相貌丑陋，在位仅6个月后就被废除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安妮成为亨利86任妻子中活到了最后的一位。女孩缓缓提起裙摆，让50岁的国王眼前一亮。她拿起国王的戒指，轻轻一吻，随后划过双腿，再将戒指递到国王眼前。亨利刚刚离婚，内心苦闷，却被古灵精怪的女孩唤醒。第二天便派人给女孩送去礼物。It's lovely. You must thank His Majesty. You can thank him yourself. 亨利夜访女孩的房间，只为一清芳泽，而女孩也缓缓走到一旁，开始感谢国王的赏赐。年仅18岁的凯瑟琳·霍华德就这样成为了亨利8世的新欢。上头的亨利执意迎娶年轻的凯瑟琳为他的第5任王后，即使凯瑟琳是安妮·柏林的表妹，亨利也全然不在乎。为哄小娇妻开心，亨利每天都送去昂贵珠宝和奢华礼物，对她的宠爱也是昭然若揭。I come here this day to introduce to you my new wife, Queen Catherine. It seems incredible to have obtained such a perfect jewel of womanhood, who bears towards me such perfect love, desired fruits of such a marriage. To Queen Catherine. 亨利的宠爱给了凯瑟琳无上荣耀，凯瑟琳自然也十分懂事，每晚变着花样的表演节目，只为牢牢拴住国王的心。而亨利也在美貌娇妻的强烈魅惑下，全然将前任白月光往后抛之脑后。It is my intention to settle upon her all lands and manors which formerly belonged to Jane Seymour. 短短1个月，亨利赏赐的珍宝已经堆满了房间，但他对凯瑟琳的宠爱不仅仅只是在物质层面，还要向儿女们承认她的存在，向凯瑟琳介绍自己最宝贝的儿子爱德华。This is my new queen, Catherine. Say hello to her. Hello, Your Majesty. Oh, he's such a sweet boy. 可爱的爱德华乖巧懂事，与继母相处的十分融洽。接着便是小女儿伊丽莎白公主。Your Majesty, I am honored to be presented to you and wish you every joy and happiness. 伊丽莎白的彬彬有礼也让凯瑟琳十分开心，当即摘下了自己的项链送给她。伊丽莎白感谢后离开，而亨利却看着女儿的背影片刻愣神，不知是否想起了他的母亲。凯瑟琳本以为自己贵为王后，是无比尊贵的存在，却没想到在玛丽公主这里却得不到丝毫敬重。年仅18岁的后妈想要调教比自己大4岁的继女。My dearest wish that you and I may be kind and loving and
warm to each other. After all, Lady Mary, you are now my stepdaughter. 玛丽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小的后妈，举手投足间尽显轻浮之姿，没有一丝一毫身为王后的稳重，实在不知要如何敬重她。王后凯瑟琳向玛丽发出邀请，让她以后没事常来宫中坐坐，但玛丽却婉拒了她的好意，随即行礼离开，丝毫没将轻浮无知的王后放在眼里。到了圣诞欢庆典礼，凯瑟琳再次热情地主动找玛丽搭话，但玛丽也只是微微一笑，随即转头感谢国王赏赐的厚礼，气得凯瑟琳直接白眼翻上了天。然而沉浸在喜悦气氛中的亨利并未察觉到凯瑟琳此刻的不悦，为了凸显自己的仁慈，亨利还将前妻安妮女士邀请进宫，一起欢度圣诞。安妮端庄典雅，深受众人尊敬，就连挑剔的玛丽公主都对她赞赏有加。为了表示贤惠，凯瑟琳也只好咬紧后槽牙欢迎安妮的到来，随后又找她交流一些做后妈的经验。安妮表示两位公主都知书达理，聪明美丽，对她也是敬重有加，故而关系十分的融洽。听得凯瑟琳气得只能尴尬一笑。第二天一早便气冲冲地找到玛丽，质问她为何不对身为英格兰王后的自己施以合乎尊卑礼数的敬重，就像对前王后安妮女士一样。但玛丽也直接回怼，表示凯瑟琳根本无法与安妮女士相提并论。 She carries herself with great dignity and also modesty, and desires nothing more than to please the king, her lord. I think you desire almost nothing else than pleasure. Pleases you, it seems, to do nothing but wear pretty clothes and dance. 玛丽表示，其实众人都觉得身为王后的凯瑟琳行为轻浮放浪，没有丝毫一国之母的风范，只不过碍于她的身份并未戳穿而已。而国王之所以娶她为后，也不过是看中她的生育能力，而且凯瑟琳至今还未怀孕，被国王厌弃冷落也只是迟早的事。玛丽字字扎心，气的凯瑟琳口不择言。 I think you're jealous. You're jealous because you're much older than me and you're still not married. Perhaps you'll never be married and will grow old a maid. 凯瑟琳的话直接戳中玛丽的肺管子。虽然玛丽曾多次议亲，但都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，导致她如今快要奔三依然没有婚配。一想到这里，玛丽哭得更伤心了。然而年少无知的王后凯瑟琳根本没把玛丽的警告放在心上，却不知自己很快将要为此付出代价。 年迈国王以疲惫为由拒绝了娇妻，留她一人独守空房。随后，侍女立马钻进了王后的被窝。作为凯瑟琳入宫前的闺蜜，侍女表示她十分怀念曾经4个人一起玩耍的时光。 The one for you and the other mine. 凯瑟琳虽然警告闺蜜祸从口出，但今晚没了国王宠幸，长夜漫漫，她也不由得开始展开想象。年轻的王后精力旺盛，年迈的国王却在此时身体抱恙。亨利腿上的旧疾复发，伤口溃烂，让他根本下不了床。但生来最要面子的他，下令对外隐瞒此事，就连王后也并未告知，还每日派出贴身侍从卡尔送去礼物，安抚凯瑟琳的情绪。却不知这一举动竟是引狼入室。整日跟在亨利身边的卡尔，早已对娇艳貌美的王后倾慕垂涎，于是准备借此机会得到王后。卡尔先是利用自己的帅气，将王后身边的贴身侍女迷得神魂颠倒，让她心甘情愿为自己与王后牵线搭桥。侍女略施钱财，便从王后的闺蜜处打听到她放纵的过去。此时的王后已经独守空房10多天，夜夜寂寞难耐，他们便开始了计划。这天，卡尔照常来给王后送礼物，并表示国王依然无法见她，这让凯瑟琳彻底忍不住了。 It is 10 days since I've been allowed into his presence. Why will he not see me? Why? Has he taken a mistress, Master Culpepper? Is that why he will not see me? 卡尔故意沉默不语，让凯瑟琳更加肯定了内心的疑虑。看着凯瑟琳伤心欲绝，卡尔立马开始表白。You know I would do anything in the world, anything, to bring you comfort and make you happy. 在卡尔行礼退下后，闺蜜和侍女对视一眼，立马开始助攻。在遣散了众人后，闺蜜上前告诉凯瑟琳，卡尔先生曾在私下告知她已经爱她爱得神魂颠倒，并且日夜牵挂，魂牵梦绕。这些话无疑在凯瑟琳的心中泛起涟漪，深夜难寐的时候也常常会想起。第二天，侍女再次无意间提起 Just like that other one, coming to you at night. A secret nobody else need ever know. 听到这里，凯瑟琳露出了笑容，内心的憧憬已经溢于言表。到了深夜，卡尔便跟随着王后的闺蜜，穿过密道来到了凯瑟琳的房间。受到滋润的王后宛如新生，一改前些天的死气沉沉。而国王亨利经过半个多月的挣扎，也终于恢复如初，立马穿衣打扮去找王后。但看着凯瑟琳开心的模样，亨利不免有些失望。不过很快就被凯瑟琳3言2语哄好。亨利走上前，将保时戒指带入凯瑟琳的手指，随后又贴在耳边带来了另一份奖励。 But tonight I visit your bedchamber, and nothing would please me more than for you to conceive my child. 虽然已经年过50，但亨利还想再要一个儿子。凯瑟琳也感受到了一丝压迫，如自己未能生下儿子，是否会落得跟前几任王后一样的下场？但烦恼刚刚从脑中闪过，
凯瑟琳下一秒又开始与卡尔眉来眼去，而另一边的亨利却心血来潮找到前妻安妮，而此刻善良端庄又贴心的女人，似乎正好填补了亨利内心需要的温暖。比起那个总需要讨好的小娇妻，似乎眼前成熟的女人更能够抚慰他的心灵。May I come to your bed tonight? 然而亨利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小娇妻与他一样觉得长夜漫漫，需要有人陪伴。I want to see him again. As you wish. I only urge your majesty to be careful when you... What? Lady Rochford, don't you think I know how to meddle with a man without conceiving a child? 侍女躲在门缝里偷窥，年轻王后正与帅气侍卫私会。因不满国王年老体力不济，凯瑟琳夜夜找侍卫玩赤色鸳鸯肚兜，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，却不知深宫之中并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这天，王后凯瑟琳激动地冲进国王的议事厅，起初亨利摆起臭脸，指责凯瑟琳太过莽撞，不知礼数。I've missed my bleeding. I believe I'm with child. My sweet, sweetheart. 听到如此喜讯，亨利立马变脸，捧起凯瑟琳的小脸蛋，哄着她，让她为了安胎不要过度兴奋。不久后，亨利便开始计划全国巡游，要向全国人民介绍他宠爱的小王后，让众人为他的瑰丽而倾倒。听到这个计划，凯瑟琳开心不已，趁着愉悦的气氛询问亨利今晚是否会临幸自己。亨利表示为了安胎他不会，但凯瑟琳的神情却有一丝异常。What's the matter? You are with child. I was mistaken. Miss, 一次次的失望也渐渐消磨着亨利对小娇妻的耐心。归根结底，还是如同他的女儿玛丽所说，亨利最想要的还是儿子。在全国巡游之前，亨利特意召见了宝贝儿子爱德华。见到儿子的亨利少有的展现了慈父的一面，还亲手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。Thank you, Your Majesty. 亨利此行出巡的目的地是白厅，浩浩荡荡的队伍受到了百姓们的夹道欢迎，但似乎端庄大气的玛丽公主更得民众的敬重。年轻的王后此刻还沉迷于与侍卫眉来眼去，来到住处的第一件事便是熟悉寝殿内的各个密道都通向何处。 What's behind here? His Majesty's bedchamber. With his servants. 待到夜深人静，亨利睡下后，凯瑟琳便立马命人为他更衣，另一人则带着侍卫穿过幽暗的密道，躲过夜巡的士兵，顺利到访王后的寝殿。 Watch outside. 凯瑟琳就这样夜夜与侍卫暗度陈仓，甚至累到错过了第二天接见民众的仪式，反倒是让玛丽大放异彩。 All shall be well. All manner of things shall be well. 但凯瑟琳此刻沉迷于自己的小秘密，已无心再与玛丽公主作对，甚至亨利要与她例行公事造娃，都让她产生了抗拒的想法。显然，年轻的身体的确更有魅力，但很快纵欲过度的王后就要笑不出来了。前男友弗朗西斯找到凯瑟琳，卑劣的男人以两人曾经的秘密作为威胁，要求飞黄腾达的凯瑟琳给他一份工作，让他此后共享荣华富贵。年幼的王后的确只知道玩乐和纵欲，碰到这种情况根本不知该如何处理，只好将碎了前男友的心愿，将他安排在自己身边做秘书。然而前男友常常在酒醉后口无遮拦，也让凯瑟琳整日惴惴不安。就在这时，住在温莎城堡的爱德华王子突发高烧，性命垂危。得知消息的亨利火速赶到儿子的床前，将高烧昏睡的儿子紧紧抱入怀中。在那个以放血治疗为主的年代，小小的高烧很容易夺走脆弱的生命。亨利整晚守在儿子的身边，玛丽也虔诚地为弟弟彻夜祷告。只有没心肝的凯瑟琳还在找侍卫约会。第二天一早，爱德华终于清醒过来，亨利发现儿子退烧，激动地亲吻他的额头。虽然这次爱德华活了下来，但自小体弱多病的他似乎也暗示了后来的命运。亨利立马安排了一场特别的弥撒，向上帝感恩。然而在神圣的教堂内，一封秘密检举信送到了亨利的座位上，信件的内容正是举报王后凯瑟琳在婚前行为不检，生活放荡。亨利看到检举信的第一反应便是说服自己这是空穴来风的指控，随后便下令命人彻查此事，并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都将王后软禁于寝殿。然而凯瑟琳身边的贴身侍女经过层层审问、严刑拷打，不仅招供了王后在婚前与初恋私定终身有过亲密行为，更是在婚后与侍卫卡尔私通。得知真相的亨利如同当头一棒，忽然觉得华马是真的老了。亨利立马下令处死了凯瑟琳的初恋以及与他私通的侍卫，而凯瑟琳也成为亨利第二位被送上断头台的王后。但不同于安妮·柏林临死前还深爱的亨利， I have come here to die. I die a queen,
But I would rather die the wife of Culpeper. 至此，亨利的第5任王后凯瑟琳·霍华德在22岁被斩首，结束了生命。再次恢复单身的亨利，很快又将目光落在了一位美丽的寡妇身上。女人年仅34岁就死了2任老公，还穿着一身丧服，竟又被国王求婚。不怕死的亨利被女人的端庄大气深深吸引，火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迎娶了他的第6任王后凯瑟琳·帕尔。丰富的婚姻经验让帕尔能够很好的处理家庭关系。大概成熟女人的魅力就在于此。在帕尔的影响下，亨利终于与2个女儿和解，恢复了玛丽与伊丽莎白的继承权，仅次于儿子爱德华及其继承人之后。玛丽为此十分高兴，至少这意味着父王还是深爱着他们的。And that you may be queen someday. And you, Queen Elizabeth. 但伊丽莎白此时却心事重重，鉴于不久前发生在前王后身上的一切，她暗暗下定了决心。As God is my witness, I shall never marry. Never. 此时英法爆发战争，亨利为了稳定军心，决定亲自出征。出于对帕尔的信任，直接将他任命为摄政王，在自己离宫后全权处理一应事务。在与家人们告别后，亨利在50多岁的高龄重回战场，但却没想到自己所托非人。帕尔的宗教观点激进，在当时几乎可以被归为异教徒的阵营。不过帕尔一直隐藏得很好，一直陪伴在玛丽公主身边的西班牙大使，此时已经年迈，即将告老还乡。不过他相信新王后可以将玛丽公主照顾得很好。然而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却早已发现王后与自己的信仰不同，她也不想被一个异教徒照顾。 If I had been a boy and not a girl,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ever happened. England would still be faithful. I'm a lot older than I was when I first knew you. And wiser. But if I do become queen, I swear to you now, on the Holy Gospels and on the soul of my mother, that I will make England faithful again. I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. I will burn however many heretics I have to. 玛丽公主意志坚定，以后也必然是说到做到。而经过几个月的部署和对战，亨利带领着军队成功攻下法国城池布洛涅，拿到了守城钥匙平安凯旋。然而此次战役也大大损耗了亨利的精力，在欢庆过后独自欣赏战利品，却开始神志恍惚，最终重重的摔倒在地。杀妻狂魔亨利8世为了生儿子娶了6任老婆，第1任王后是尊贵的双王之女，也是他哥哥的遗孀阿拉贡的凯瑟琳。但凯瑟琳王后曾多次流产，未能给亨利生下男性继承人，也因此被亨利厌弃休妻，赶出王宫，郁郁而终。2人唯一幸存的孩子便是玛丽都铎，也是日后被称为血腥玛丽1世。第2任王后安妮柏林，从国王的情人到上位加冕为王后，安妮整整经历了8年时间。亨利曾经为她疯狂，不惜脱离罗马教廷，只为娶她为妻。但安妮在婚后因吃醋导致多次流产，没能生下儿子，再次被亨利厌弃，甚至被冠以莫须有的通奸罪名，送上断头台。安妮只留下了一个女儿，也是日后被称为童贞女王的伊丽莎白1世。第3任王后珍西摩，她如法炮制了安妮柏林的上位之路，也为亨利8世生下了唯一的男性继承人，却在产后患病骤然离世，就此成为亨利唯一的白月光。第4任王后是克里维斯的安妮，因为长相丑陋，侥幸逃脱亨利的魔爪。亨利与安妮和平离婚，并与她以兄妹相称，还赠予大量财产。安妮也因此成为亨利历任王后里命最好的一个。第5任王后凯瑟琳·霍华德也是安妮柏林的表妹，老夫少妻的搭配让凯瑟琳渐渐不满，去寻找刺激，最终落得与安妮柏林一样的下场。最后1任王后凯瑟琳·帕尔是个结过3次婚的寡妇，她成熟地处理着亨利与子女之间的关系，陪着亨利度过了晚年。此时的亨利已然满头白发，他找来画师想要留下一幅伟岸的画像，却在此时看到已故王后凯瑟琳的幻影。凯瑟琳责备亨利没有信守承诺，善待他们的女儿玛丽。随后安妮柏林也来到亨利的身后，表示她曾经太执着于生儿子，却忽略了他的女儿伊丽莎白，是如此的冰雪聪明，她感到无比的自豪。至于亨利曾经质疑她的真心， I did nothing to you. I was innocent. All the accusations against me were false. I thought you knew. And please don't. 最后出现在亨利幻想中的是第3任妻子珍西摩，真责备亨利对他们的儿子赋予了太多太重的责任，也预示了他们的孩子会早早夭折。这样的结果让亨利悲痛万分，但人到暮年，他已经无力改变这一切。他将王后和女儿们叫到面前，与他们做了最后的道别。Mary, you must be a kind and loving mother to your brother, who I leave in this world, a helpless little child. Please, Father, I beg you, do not leave me an orphan so soon. Elizabeth, you are so very young, but you too can look after your brother. Yes, Your Majesty. I promise. Kate,
The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bid farewell. It is God's will. When I die, I order these gentlemen to treat you as if I were living still. 亨利八世于1547年1月28日离世，此后由他唯一合法的儿子继承其王位，成为爱德华6世，但却在继位6年后死于结核病，年仅15岁。此后由亨利八世的妹妹短暂继位，但仅在位9天就被玛丽发动政变处死。1553年10月1日，玛丽正式加冕成为英格兰的女王玛丽一世，恢复了天主教的统治地位，甚至烧死了超过300名新教徒。 因此也被后世称作血腥玛丽。1558年，玛丽逝世，由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继承王位，开创了英格兰的黄金时代。伊丽莎白终身未嫁，故而也被称作童贞女王。伊丽莎白一世1603年崩逝，她的死也正式结束了都铎王朝。